如果一個人對你說我真的不想活了，你會怎麼回答？多數人可能會急着說別亂想，你一定要撐下去。但日本精神科醫師平光源曾對一位痛苦到極點的患者說出一句令人震驚的話：想死也沒關係。奇怪的是，正是這句話讓患者哭了出來，也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醫生說我可以去死沒關係。這本書真正談的其實不是死亡，而是一個人究竟要被逼到什麼程度才會覺得死亡比活着容易。平光源從20多年臨床經驗中發現，很多人的想死並不單純是不想活，而是已經受不了現在的生活。他們可能長期努力討好別人，追求認同，害怕讓家人失望，也可能因為工作、婚姻、社會期待，不斷逼自己成為應該成為的人。於是，我要更努力，我不能失敗，努力讓別人喜歡我。這些看似積極的想法，最後反而成為一道道枷鎖。作者因此提出一個重要觀念：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生命，而是那些把自己逼到絕境的重擔。如果你在某個環境裡始終得不到肯定，不代表你沒有價值，可能只是你待錯了地方。如果已經精疲力盡，休息也不是懶惰，而是給自己恢復精力的必要過程。甚至悲觀、脆弱、低潮，也不必急着否定自己。人本來就會疲倦，也會害怕，更不可能永遠保持正向。這本書最值得記住的一點是，人的價值不必靠成績、工作、婚姻、財富，甚至別人的肯定來證明。我們常常以為人生必須不斷前進，才算沒有浪費生命。但平光源提醒我們，有時候真正重要的不是活得多成功，而是允許自己先活下來。所以，醫生說我可以去死没關係。這本書不譴責將死亡作為人生選項的人，而是提醒你，也許極端痛苦的解決方式，僅僅是學會對自己寬容一點就夠了。你可以失敗，可以休息，可以不符合別人的期待，也可以暫時找不到人生方向。生命的意義，也許不是證明自己值得活着，而是在有限的時間裡，慢慢卸下不屬於自己的重擔，重新成為自己。只要今天還在這裡，明天你就還有選擇的機會。